里面会包什么？没错，今天让我们一起来探索豆花。豆花，英文通常翻译为 tofu pudding， 这个名字有歧义，可千万别误会它了。通常呀，布丁是指含有淀粉或者含有鸡蛋的东西。豆花的原材料极其简单：黄豆、凝固剂、水。什么？黄豆、凝固剂和水？对，你没有听错，就只有这3样原材料。它甚至比豆腐来的还要速度。不管是嫩豆腐还是老豆腐，它们都需要经过破花、入模、包裹、挤压的步骤。豆花止于凝固，所以说呀，它抄了一条小路，以飞快的速度来到我们的面前。也正因为它细腻柔软的口感，被赋予花这个字。有时候豆花还会被称为豆腐脑，其中脑这个字也是因为细腻柔软轻盈的口感而获得的。这次我的采访对象是台北的山海豆花，他们家在台湾已经有了10家分店，相当厉害。让我们来瞧一瞧这里的豆花是怎么占领美食地图的吧。今天来啊，除了可以体验我们做豆花的这件事情之外，还有体现一下台湾的一些不一样的文化，就是我们在服务流程里面，或者是我们怎么给客人吃豆花，或者是我们为什么用这个碗，然后底部层的还有一个这个细致，就是吃豆花的客人啊，都可以有很开心。然后有好运，对，然后小确幸嘛，我们在讲小确幸，就是你工作一天辛苦了，然后下班的时候可以来一碗这个甜点，然后可以代表天鼓励自己幸福这样子。这里插一句嘴，给大家普及一下什么是小确幸。小确幸的全称是微小但确切的幸福。小确幸的概念强调一种微小但能真切感受到的幸福，比如说吃到一顿美味的食物，意外地在口袋里发现零钱。小确幸要求人们用心去感受和体会平凡时刻的美好。在压力沉重的现代生活中，发现并享受小确幸被视为一种重要的生活哲学，能够帮助人们缓解压力，并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。它这个东西，我们是把它当做早餐，还是饭后甜点，还是下午茶？其实我们自己有展店的国家，它其实不太一样。比如说我们在日本，那我们除了豆花，就是会当下午茶的时间来吃。那正餐主食的话，如果正餐主食要吃的话，就可能会搭配一些，比如说控肉饭啊，或者是咸酥鸡啊，或者是葱油饼啊，搭配豆花。在哪里会搭配这么多？在新大久保店，在日本的新大久保店，对，这是很对啊。然后在广岛我们卖的时候呢，搭配方法，对，也就是葱油饼，然后加豆花，然后加水果茶。所以他们是就是咸的和甜的同时混在一起。对，它就是一个 set。对。但是在香港就不一样。在香港的话，大家会怎么吃这个？香港人的消费习惯会是在吃完饭以后，晚餐、宵夜一碗甜的。宵夜也会有。台湾不用，在台湾就是一家豆花店做到底。那台湾人的话，早上我们会有吃咸豆浆、甜豆浆的习惯，豆花。它这会变成是我们也可以早上就给他们吃的豆浆，然后豆花，早上的蛋白质运动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情况。但是大部分的时间大家还是会在下午后来当那个甜品吃。像下午茶。但是豆花的年龄层是没有太大的区别，就是他从7岁到70岁都可以吃。
然后那豆花的话，它的冷热、它的温度、它食用的温度是怎么样？豆花的温度。对，豆花的，我们是吃冷的还是吃热的？对，我们台湾其实在年轻人很豆花其实都是吃冷的比较多。但台湾其实是冷豆花也比较多。那热豆花的话，是我们的口感比较适合热豆花。但是像现在天气比较凉的时候，我们还是会适合热豆花，因为我们的住户型的客人的热豆花比较接受度比较高。但是观光客来的话，他们还是会喜欢吃冰的。对，冰的。所以热豆花的话，就直接从这个木桶里面挖出来，对，直接调出来，就是现蒸现卖，然后在热豆花卖完没了就。就如果今天豆花卖不完，那它可以保存多少天吗？豆花的保存期限呢，就我们有1到5天这个时间，至少到7天。但第1天跟第3天到第5天到第7天吃的，其实它的豆腐产生的变化幅度都不太一样。所以我们通常3次门店，我们都在3天内其实就会销售完毕。豆花可以就是放7天嘛？对，至少对。它在良好的保存期间不开封的情况底下，我没有测试过，第7天还是可以拿来贩售的。但是它的口感接近豆腐，我们通常员工就是加了那个皮蛋豆腐就敢吃。黄豆呢，因为台湾其实不像国外一样在种黄豆这么厉害，然后其实我们的就是从很多的选种开始，它并不是那么技术不是这么好，因为台湾并不是种黄豆的国家，所以我们从开始选豆的时候，我们只能就是倡导农民，请他们用就是友善耕作，不用就是我们叫做基改，我们不做这件事情，因为它对像有一些人的身体比较敏感，他一个吃改的，他的这个关节就会肿大。那所以我们商台的本质还是希望提供好的食物给消费者。然后黑糖的话也是在台湾本地种甘蔗。对，因为台湾早期其实在日本殖民时代的时候，我们是糖的发源嘛，因为日本教我们很多种蔗糖、黑糖、甘蔗糖，然后他们会送回去嘛，所以我们还是去跟台糖买他们的砂糖，然后黑糖，然后下去炒。那像在台湾的话，很多店它都是会选择用盐卤吗？还是有些会用石膏，有些会用盐卤？那因为现在呢，大家对养生健康比较要求，所以大家就会希望用盐卤会比较多一点。这是无糖，无糖的。用台湾的黄豆，先把豆浆跟水拌匀。拌匀之后，可以让盐卤慢慢下去。先搅拌一半，也是让盐卤慢慢沉下去的。会慢慢下去之后，变成有点像绢丝的感觉，蒸出来。你会感觉到那个加入盐卤之后，它的手感有不同？不会，因为我们必须要在它作用之前就赶快拿去蒸了。如果它作用的话，就糟糕了，它就凝结了。对，所以一定要在这个时候搅拌完之后，就要赶快进蒸锅了。那有时候要搅多少下？然后大概是30下。对。泡把它捞掉。台湾的名产大同电锅的工作，
大同电锅就是我们在台湾其实家家户户都会有一个电锅，因为台湾吃米饭嘛，对吧？就用电锅，不管是煮米饭也好，或者是蒸东西、蒸汤，对啊，或者是回热、蒸鱼，其实在家家户户一定都会有一个大同电锅这样。这个电锅可以运行一天吗？可以啊，可以有电，当它插上电之后，就可以运行一天的。有时候周末的话是没有停的，一直蒸豆花，一直出豆花。它没有那个公休，对，没有工序，很辛苦。切豆花是摆盘步骤中的重中之重，一碗豆花是否赏心悦目，全靠它打基础。这一步也非常疗愈，蒸豆花的人可以看到豆花是否成功，以及盐卤在不同时间对豆花的熟成作用。熟成时间越短，豆花越嫩。雪白的豆花被一片一片挖下来，堆叠在一起，好像婴儿白嫩嫩的脸颊。主体部分完成了，现在来给豆花一点特别的味道。黑糖，对，黑糖水。豆花配黑糖水，这算是最经典、最朴素的台湾味道。你看到了吗？对，对，这就是寄豆腐一的技法，个一个，对一条一条、一丝一丝的线，对，这就是绢豆花，也就是它气质的地方。是当我们豆花在豆浆在倒入盐卤之后的搅拌过程很重要，它的那个定律定数就必须在搅拌过程中让它产生一丝丝的变化，在凝固跟熟成的时候，它就会变成是这样子，就叫油塞豆腐、寄豆腐，这也就是金珠寄豆腐的技法。那台湾呢，现在只有我们有这个技法。好，现在来尝一下这个特别的，颜色好漂亮。真的像吃了一朵花在嘴巴里的感觉，那个蜂蜜的香味很浓。它是纯蜂蜜，没有调和，非常好的原物料去煮出来的一碗豆花。然后豆花的那个香味，并没有被那个火龙果啊，还有那个蜂蜜的味道盖掉，两个是相得益彰。有没有很像，其实像那个水果优格的感觉，就是你优格上面有加一点水果那种感觉，凉凉的、酥酥。但是它的豆花的口感跟优格不一样，它有点韧性，然后有点对，一块一块的。对。好，这个是这样对不对？然后等一下呢，我再给你加一点点它的那个酵母，然后这里面还有脆冰，那个对，碎冰那个是。我帮你加一点花生。加了花生的话，它增加它的那个脆的口感在里面，然后香味更加丰富的。对。然后我们有包心芝麻、包心芒果。这里刘女士提到的包心粉圆是台湾宜兰的地方小吃。包心芝麻就是在粉圆里加入芝麻，包心芒果就是在粉圆里加入芒果。在采访间隙，凑巧看到原味粉圆的准备过程。粉圆在水中煮到中间只有些许白色小点，淋干水分，加入黑糖混合均匀。
粉圆是一种以淀粉为主要成分的球状食品，通常由木薯淀粉混合制成。就是煮完之后，然后有用黑糖拌过，黑糖粉，因为这样子很清爽，但是有那个黑糖的香味，然后它也不会太甜，因为它配豆花吃的时候，本身豆花就有黑糖，然后还会加一些片冰。因为做豆花，你其实在 YouTube 上面看一看，你就知道怎么做。那它也没有什么秘密，就是因为工业数不够大的时候，就知道的很少。那你知道的越多的话，当然是好处，就大家就开始上 YouTube 去学去做。对。但是它最难的就是说，你怎么样让它有特色跟个性。觉得压力也在于我们怎么样把一碗豆花做好，然后有自己的特色。对，没错。那有一天我们在接近打烊的时间，来了一个小姐，她就说：“你请你帮我包2碗原味豆花，她就是只要豆花跟一点点水就好了这样。”然后她就跑出去上厕所。后来我们把那个小姐把豆花递给她的时候，她就要我们把她的豆花就放好她的推车里面，然后她就自己说了一句话说。就是今天在医院折腾了一天，至少吃一碗豆花慰劳一下自己吧。对，所以这个会让我们自己也很感动。我们今天透过甜点，然后鼓励了这位客人，即便他现在不知道遇到什么状况，那这是在医院，我们很理解他就是来看医生的。那可能在每一天生活里面，你会遇到很多不一样的人，他来吃碗豆花，可能就是闲逛，或者是他真的只是想要吃碗豆花，但你不知道他今天遇到了什么事情，对，遇到什么事情，或者他是来玩的还是什么不知道。但是我们就尽可能在我们可以提供他的，给他一碗就是豆花的小确幸。那这个会让我们觉得我们做了一件很对的事情，就是它其实不是一碗豆花，简单的食物。对，没错没错。下集预告：跟随我的脚步，一起去台湾的酱油之乡西螺，看看酱油是如何被酿造的吧。